样条线建模一，样条线建模法。上一讲为大家介绍了第一种建模方法布尔运算，还用它完成了一个小练习。这一讲我们推出样条线建模的第一集样条线建模法，让你学会使用样条线的线条特性，轻松生成模型。赶快来试试吧。一、样条线使用方法很简单。样条线也就是二维图形线，在创建命令面板中的图形模块中可以找到，里面保存了13种类型的样条线，激活命令后就可以在场景中创建了。使用线命令，在视图中依次单击左键，可以创建直线样条线。如果创建曲线样条线呢？在创建前，将创建方法中的初始类型设置为平滑，就可以绘制曲线了。如果在创建时最后一个点与第一个点相连，可以制作闭合样条线，其他情况下的样条线都是不闭合的。二、对象的层级，分类编辑更清晰。样条线创建完成后，我们将创建面板改为修改面板，就可以对样条线进行编辑了。在调整样条线前，为大家介绍一个新概念：对象层级。什么是对象层级呢？对象层级就好比上级与下级、整体和局部的概念。总层级用于控制对象的整体效果，例如进行对象整体的移动、旋转、缩放和删除等。展开样条线的子层级，可以看到包含了顶点、线段和样条线。激活相应的图层，就可以分别针对对象的局部信息进行选择和编辑。下面我们来介绍具体的使用方法。三、百变样条线，制作更复杂的线。进入顶点编辑模式，可以使用移动工具或是编辑命令来调节点。附加，将另外一条样条线附加进来进行编辑。优化命令可以在线段上加一个点。当然，右键的4元菜单里细化命令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。断开命令可将线段之间的点打断，使之成为2条线。融合命令将2个点靠拢在一起。焊接点在一定距离内将2个点合成1个点。按下键盘 Delete 键，一个点就可以删除了。知道点的编辑概念后，理解线段和样条线也就不难了。2点之间的线称为线段，多条线段连接在一起就是样条线。你可以动动手，将各项命令尝试一遍。好了，懂原理后，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案例该如何制作。4、用样条线创建一个模型。我们以生活中常见的衣架为例，首先激活线按钮，光标会变成十字。在测试图中点击鼠标左键，便可以创建样条线。当确定样条线长度后，单击左键就可以固定转点。如果需要绘制垂直于屏幕的线，可以按住 Shift 键。创建完后，点击鼠标右键，衣架的样条线就创建好了。等等，哪里不对？样条线的结构怎么这样棱角分明呢？可以将直线改为曲线吗？当然，下面2种方法供你选择。第一种方法，圆角法命令。圆角工具是把一个顶点变为2个，并在这2个顶点之间插入一条曲线，可以使尖角变圆角。
第二种方法，转换顶点法。转换顶点的原理是不改变点的数量，直接把连接点的直线转为曲线。在默认模式下创建的转角点，我们称为角点。激活顶点层，选择需要转换的顶点，右键，在弹出的工具一菜单中将其切换为其他类型。Bezier 类型是一种带有锁定功能的切线控制柄，通过跷跷板模式进行曲率调节。Bezier 角点类型能制作出带有可调节弧度的转角。平滑类型由计算机自动产生的曲线。角点没有弧度的直线。最后使用快捷键 Shift 加 Q 进行渲染。来看看效果吧。怎么渲染窗口一片漆黑呢？不要着急，我们还缺少最后一步，样条线的渲染设置。5. 渲染样条线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还记得在第1章节的系列课程中，我们提到对象分为可渲染和不可渲染两种概念吗？样条线刚好同时具备这两种功能。当样条线用作辅助线时，是不可渲染对象；当用于模型表现时，是可渲染对象。默认设置下，样条线属于不可渲染对象，这就是渲染不出来的原因。那如何开启样条线的渲染模式呢？在修改器面板中找到渲染模块，激活在渲染中启用和在视口中启用两个选项，样条线就变成了实体模型。适当调节所需模式和设置，就可以进行渲染了。不需要时，记得将在渲染中启用和在视口中启用关闭，否则下次创建的样条线就会自动开启这两种功能。接下来就使用 Shift 加 Q 进行渲染吧。模型完成后，点击保存图像按钮，把渲染出的作品保存为图片，就可以交作业了。好了，这一讲我们通过一个小练习，介绍了样条线的基本使用方法。大家可以结合前面所学到的内容，试着完成以上模型的制作。当然，样条线的使用不仅如此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使用技巧，就继续学习样条线建模的第2集，让我们用一条线来玩转样条线建模吧。